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启岳夫妇要回来了，赵丽颖疑似加盟九门，粉丝炸锅。九门开机引爆期待，赵丽颖会回归演绎尹新月吗？当年启岳夫妇50亿播放量的经典 CP 能否重现，还是新人演员将带来全新惊喜？这场比青铜门之谜更够人的悬念正在点燃全网热议。今天我们来聊聊影视圈里那场牵动无数观众心弦的新月饭店开门记。当九门在横店开机的消息传来，最让人好奇的不是陈伟霆饰演的张大佛爷如何重现威风，而是那个曾让无数人客生客死的尹新月究竟会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续作里？是赵丽颖的惊喜回归，还是新人演员的全新演绎？这个悬念比老九门里的青铜门之谜还要够人心弦。说起来，老九门的影响力至今仍让人惊叹。2016年首播时，赵丽颖饰演的尹新月掀开轿帘的那一刻，不知让多少观众眼前一亮。她与陈伟霆的启岳夫妇 CP 成了当年最火的荧幕情侣，甚至有网友统计，两人在剧中的互动片段被剪辑成短视频后，全网播放量超过50亿次。如今九门官宣开机，陈伟霆再度穿上军装饰演张启山，单是定妆照就让粉丝们直呼爷青回。但大家心里都有个疑问，那个敢爱敢恨的尹新月还会回来吗？最近几天，赵丽颖特邀回归九门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官方宣传物料里只字未提，但网友们却从各种蛛丝马迹里找糖吃。有人发现九门导演曾在微博点赞赵丽颖相关内容，有人扒出剧组场地与赵丽颖近期行程重合，更有甚者翻出她早年采访中说过对尹新月有特殊感情的片段。这波操作像极了《唐人街探案》里的推理环节，每一个线索都让观众的期待值不断攀升。不过，剧组的沉默态度却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就在大家猜的热火朝天时，新人演员王艺婷的定妆照突然曝光。照片里，她身着旗袍，盘发上点缀着珍珠饰品，侧脸角度与赵丽颖版尹新月有6-7分相似。这一下，评论区彻底炸开了锅。有人说这是在蹭颖宝的热度，有人则觉得新人有新人的味道，何必非要复制经典？就像《Ulas》里的台词，模仿是最真诚的赞美，但也是最危险的挑战。王艺婷能否演出尹新月的神韵，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其实，观众对尹新月的执着，本质是对老九门情怀的延续。当年的启岳夫妇，一个是铁骨铮铮的佛爷，一个是娇蛮灵动的千金，他们的爱情里既有江湖的恩怨情仇，又有小情小爱的甜蜜琐碎，这种反差萌让角色深入人心。如今续作开拍，大家既希望看到熟悉的配方，又担心换角如换刀坏了回忆。这种矛盾心理，就像《大话西游》续作上映时，观众对紫霞仙子的期待与忐忑。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往往在于它在特定时空里的不可替代性。截至目前，赵丽颖工作室仍未回应回归传闻，九门剧组也保持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但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场围绕尹新月的讨论早已成了九门未播先火的最佳营销。屏幕前的你，更希望看到赵丽颖重现经典，还是支持新人演员带来新惊喜？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出你的九门情怀。毕竟在影视圈，每一份期待都值得被听见。关注我，后续将继续为你追踪九门的最新动态。当然可以，以下是围绕赵丽颖疑似加盟九门，启岳夫妇要回来了这一话题的深度讨论和结语内容，总字数约2000字左右，不加小标题，直接展开长文讨论。时光倒流至2016年，一部老九门横空出世，在当时掀起了民国探秘剧的一阵热潮。剧中由陈伟霆饰演的张启山和赵丽颖饰演的尹新月，因一场命运的邂逅而展开了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恋。启岳夫妇这一 CP 名称也因此深入人心，
至今仍在各大社交平台活跃。时隔多年，当赵丽颖疑似加盟九门的消息一经爆出，瞬间点燃了网友的情怀之火。一个个关于启岳夫妇是否真的要回来了的话题迅速登上热搜，而剧方与当事人尚未官宣的情况下，关于赵丽颖是否回归的讨论却早已燎原。这场话题的起点并不复杂，有网友在拍摄现场疑似捕捉到赵丽颖现身九门片场，画面中她身着复古民国长裙，神情庄重又不失温柔，与尹新月的气质高度吻合。一时间，粉丝炸锅了。曾经心心念念的启岳夫妇终于要有后续了吗？亦或只是一次特别客串，用来致敬经典？无论如何，这样的可能性本身就足以引发全网的激动与期待。我们需要回到老九门本身，来理解启岳夫妇何以能成为民国剧中的 CP 天花板。张启山的英勇果敢与冷静理智，与尹新月的善良坚韧与柔情似水形成了极具张力的反差。赵丽颖用她温婉又坚毅的演绎方式，赋予了尹新月极高的辨识度，也让无数观众记住了这个不为命运低头的军医之女。在剧中，她不是被动的爱人，而是主动走入张启山命运中的关键人物。这种互为支点、彼此成全的 CP 模式，在当年的国产剧中是极为少见的，因此也格外深入人心。而今再传赵丽颖疑似回归九门，更多的是一种符号的重现，是一种关于青春记忆的唤醒，一种曾经热血沸腾追剧时代的召回。对于很多观众而言，这并不仅仅是演员角色的回归，更是情感和精神的一次再连接。启岳夫妇之所以经典，不只是因为剧情设定和演员演绎的配合，更是因为那是一段几乎完美贴合角色的表演。当赵丽颖以尹新月的身份再次站在镜头前时，这种熟悉的感觉便立刻让人泪目。从演艺生涯来看，赵丽颖近年来不断突破自我，演技与剧本选择上的成熟也让她逐渐从流量转向实力派。在《风吹半夏幸福到万家第20条》以及在《人间》等作品中，她不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逐渐摆脱甜宠剧女主的框架。这一次如果回归九门，或许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致敬或炒情怀，而是她在成熟期重新审视过去，回应观众情感的重要一步。她用行动告诉我们，不是每一个回归都是复刻，更多时候，它是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勇气，是一种演员与角色之间持续对话的结果。当然，也有网友提出了质疑，是不是剧方为了拉热度故意放风？赵丽颖只是短暂亮相，炒一波流量而已。这类声音并非毫无道理。在当下影视剧宣传常以情怀杀惊喜彩蛋为引流手段的背景下，观众对情怀回归天然带有一丝谨慎甚至防备。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便只是短短几分钟的亮相，只要是赵丽颖以尹新月的姿态出现，也足以引爆一轮全民讨论。而这正是她在角色诠释上建立起来的情感基础与长期信任。如果真如传言所言，赵丽颖仅以特别出演的方式加盟九门，那么这份客串本身就已弥足珍贵。在如今节奏飞快、情感碎片化的影视圈中，仍有一位演员愿意为曾经的角色回头，为观众再现一段旧梦，便已是一种担当，一份情谊。更重要的是，他的回归并不意味着停滞，而是带着过往成绩的肯定，走进下一个阶段的重塑。从观众层面来说，这样的情怀杀自然令人激动，但我们也应保持理性期待。一方面要尊重创作者的安排，不把想象强加于剧情；另一方面，也应以更成熟的眼光看待演员的每一次选择。赵丽颖从不是一位迎合流量的人，她的成长我们有目共睹。若此次回归成真，我们期待她能赋予尹新月更多生命层次和精神厚度，不仅仅是外形上的再现，更是精神内湖上的重建。对赵丽颖而言，每一次角色回归都是一次审视自我与回应观众的过程。而对观众来说，启岳夫妇的再现，
不是重温旧梦那么简单，更是一场与青春、与记忆的久别重逢。无论最终呈现形式如何，我们都愿意在屏幕前再次为这对曾经让我们心动不已的角色驻足。最后，想对一直守候启月夫妇的观众说一句：情怀可以被消费，但也可以被呵护。如果赵丽颖真的回来了，请珍惜这一场梦的回响。她不是为炒作而归，而是为了一份未完待续的故事而来。让我们以理性与热爱，等待这段民国风情的情感再度起航。因为真正的经典值得被重新点燃。如他当年所言，我从不靠流量撑起我的角色，我靠的是一步步演出来的真心。或许这份真心才是我们真正期待他回来的原因。王一博乘以台铃惊喜联动，全新短片首发，掀起续航科技新浪潮。王一博台铃3年超长待机 UNIQ， 王一博全新短片释出，上1公里，一博开拓坦途，用长续航驰骋山海。这1公里，他为热爱再起新章，用科技突破想象，让每1公里都充满底气，以探索回应未知，让每个目的地都值得期待。跟着一博一起再出发，骑向无限可能。在这个科技与潮流并驾齐驱的时代，明星与品牌的合作早已不只是简单的代言与商业交易，而成为了一种共同价值的传递与共鸣。近日，王一博与台铃联合发布的全新短片正式上线，不仅迅速引发了粉丝圈层的强烈反响，也在大众层面掀起了一股关于绿色出行与续航科技的全新讨论热潮。从偶像的魅力到科技的前沿，这次联动不再只是一次简单的曝光，而是一场价值观和审美力的集中输出。短片以探索为核心线索，通过影像语言展现了王一博作为新时代青年代表对未知的好奇、对挑战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生活方式的积极想象。画面节奏紧凑，构图考究，音乐与光影的配合堪称专业级制作水准，瞬间将观众带入一个融合速度感与环保理念的未来场景之中。而王一博的出镜更是如画龙点睛一般，完美诠释出现代青年心中环保先锋和科技探索者的双重身份。事实上，台铃作为国内电动车领域的佼佼者，一直致力于推动续航科技的发展，而王一博作为兼具偶像人气与个人行动力的公众人物，其实干拼搏、低调认真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两者的合作可谓天作之合，在技术与情感之间搭建起了一座可以沟通消费者内心的桥梁。这场合作不仅仅是在销售产品，更是在传递一种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的生活态度。短片中，王一博骑行于城市与自然之间的画面尤为触动人心。他没有台词，却用沉稳坚定的眼神传递出对环保的思考与身体力行的承诺。他身穿简约运动装束，没有过多装饰，干净利落，充满速度感与未来感。每一个镜头都经过精心打磨，甚至车轮卷起的尘土都显得那么富有科技感与生命力。而观众在其中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对偶像颜值的欣赏，更是一种关于环保可以很酷、科技可以很有范儿的认知更新。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短片并未止步于传统商业内容的边界，而是通过社交平台的传播实现了话题破圈。从微博、小红书到抖音与 B 站，粉丝和网友们积极参与二创、花絮分析、讨论，从王一博的造型好帅很快上升到新能源出行是否真的能替代燃油车、电动车的续航科技到底能走多远等更有深度的话题。王一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主角，更是引导者，借由自己的影响力推动大众对绿色科技的关注。而在品牌层面，这场联动也为台铃注入了新的年轻化血液。作为一个已有多年积淀的品牌，台铃选择与王一博合作，显然是看中了他在年轻群体中的号召力，以及他本身所代表的拼搏、真实、突破的标签。王一博本人的经历，从练习生到顶流，从综艺到影帝提名，都是不断挑战极限、突破自我，
这与科技不断打破边界、探索可能性的理念不谋而合。正因如此，这次合作才能如此自然、如此契合，令观众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反而觉得这就是他该做的事。王一博的粉丝们对此次合作也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反馈，从购买产品到主动安利，从自发拍摄宣传片到组织公益骑行活动，粉丝不仅仅是在追星，更是在跟随偶像的步伐，参与到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行动中来。这也从侧面说明，一个优质偶像所带来的社会价值，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更深远。他们不仅影响着消费决策，更在悄然改变着一代人的生活态度与社会责任感。在这场科技乘以偶像的联动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品牌如何借助明星破圈传播，也见证了偶像如何通过合作深化自我表达。王一博没有直接在片中宣讲大道理，却用一种沉稳、坚毅与真实的气质，将科技、环保与探索的精神内化于画面与行动之中。正如他在多个场合所说的那样，用作品说话，用行动影响。他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应意识到，这样的合作正在逐步改变大众对代言和广告的传统认知。过去，广告是说服，如今，它更像是一场对话与共鸣。而王一博正是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他不仅仅是一个被喜欢的偶像，更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意见引导者。结尾之际，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偶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流量？是商业价值？还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或许答案是多元的，但至少在王一博与台铃的这次合作中，我们看到了偶像的另一种可能性。它可以是科技理念的传播者，是环保生活的倡导者，是现代青年价值观的实践者。也许我们不能每一个人都像王一博那样站在聚光灯下，但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选择一条更环保、更理性、更有未来感的出行方式，去支持那些真正有理想、有行动力的品牌与个人。让续航不仅是科技的命题，更是我们每个人精神上的延伸与奔赴。未来以来，而王一博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带领我们走进一个更绿色、更智慧、更有温度的时代。愿我们都能在这条路上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主角，成为更好的骑行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